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了，川普再度当上美国总统，可以说是美国右派的一大胜利。Day one, I will launch the largest deportation program in American history. 反移民、反堕胎、反环保、反政治正确。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家乡里的异乡人》，就要来谈谈美国右派是怎么崛起的。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社会学家 Ollie Hochschild， 他深入造访美国右派的大本营路易斯安那州，在当地做了5年的深度访谈，试图做到同情的理解，站在右派的角度思考，理解为何许多美国人转向了右派。首先，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右派。不同国家会发展出不同的右派思想。在美国，我们可以把右派理解成一种反对大政府的思潮，认为政府管制是个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像是反对堕胎、反对枪支禁令、反对环境法规，这背后的中心思想其实都是反对政府权力深入到民众的生活，在哲学上称作最小政府主义，管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美国左右派的分裂越来越严重。在1930年代，美国为了对抗经济大萧条，寻求政府大力介入，搞罗斯福新政。但是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多数美国人并不要求政府出面处理，反而是右派发起茶党运动，反对奥巴马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去救济银行。右派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结果，最明显反映在税收上。在1950年代艾森豪总统执政时期，美国最顶层收入者要缴交 91% 税收，但是到了2015年却变成只缴 40%。作者认为，左右派的对立正逐渐分裂美国。1960年的一项民调调查问美国人，如果小孩跟另一个党派的人结婚，是否会让你感到困扰？只有不到 5% 美国人说会，但到了2010年，却有 40% 民众说会。而美国左右派的分布也有空间上的差异。从1972到2014年间，南方的白人支持民主党的比例不断下降，从 41% 下降到 24%。所以要理解美国人为何转向右派，就要去理解这些南方白人。首先，作者要先反驳几种错误的理解方式。第一种是把右派当成被媒体操控的民粹，像是导演 Tucky Oldham 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指出气候变迁阴谋论是源自一群公民团体，这些团体背后是由石油公司出资的。2016年，美国的大资本家科赫兄弟就资助8.8亿美金给右派候选人，宣誓要遏制美国国家环保署的权威。所以右派崛起其实是被有钱阶级的人误导的结果。富人透过一连串的大外宣，让穷人支持对自己不利的政策。作者认为，这种论点的问题是，你把右派选民都当成笨蛋，好像这些人很容易被舆论操弄。右派选民可以反过来质疑投给民主党的人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不也是被媒体操纵的？你的资讯来源背后是不是也是民主党的金主？还有一种论点会说，左右派其实都是遵从道德直觉在投票。心理学家海特在他的书《好人总是自以为是》里提到，右派的人更偏好权威感、忠诚感，遵从权威型政治领导人；左派则喜欢颠覆性、原创性，反而对那些树立权威、忠诚感的领导人嗤之以鼻。所以右派并不是被媒体误导，而是左右派都遵从自己的道德感在投票。作者认为，这种道德心理学研究忽略了政治中的情感因素，人们的感受其实才是最直接驱动人们去投票的。所以作者要深入右派团体中，跟他们一起去感觉，看看政治情绪到底如何驱使人们转向右派。美国右派的一大主张是否认全球暖化。There is no climate crisis. It is a hoax. He said the concept of global warming was created by and for the Chinese in order to make U.S. manufacturing non-competitive. 反对管制温室气体，赞成石化企业开挖石油。像是川普就承诺上任后，美国会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并且大力推动美国的石化产业。We will drill, baby, drill. We're gonna drill. 为了理解右派对环保议题的看法，作者到右派的大本营路易斯安那州采访。这里环境污染严重，罹癌率全国第2，但选民却又支持石油产业，要求撤除美国环保署。要如何解释这种矛盾？作者发现，路易斯安那州原本是民主党的铁票区，1970年代以前支持民主党，
但70年代后却转向右派，支持共和党。因为从1960到1970年代，左派人士发起环保运动，像是 Rachel Carson 出版的《极尽的春天》，美国大学生发起世界地球日，最终美国政府在1970年成立环保署，成立国家公园，推动清洁水法案。这一连串利益良善的政策，却影响了路易斯安那州的生计。1987年，美国州政府公布一项水产警报，说当地的工业废水污染了河流跟墨西哥湾。美国人吃的海鲜有1/3来自墨西哥湾，海鲜产业提供大量工作机会，所以当政府下令时，当地人就感觉是政府害他们失业。这些人的思考逻辑是，政府越多管制，就会毁掉越多工作机会。投票给拒绝环境法规的党，才能发展石油业。石油带来工作机会，工作带来钱，钱带来更多发展，实现美国梦。当地经济就更繁荣，就越不需要政府补助，就可以缩小政府的权力。这造成的结果是，许多石化企业刻意搬到右派的州，来避免被环境法规约束，或是其他州的有毒废弃物会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导致当地进口的危险废弃物数量排名全美第3。2010年发生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奥巴马称这是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要求英国石油公司暂停在路易斯安那州开采。但是当地一半居民却说不要暂停，因为开采石油才能继续带来营收。当地居民说漏油让人难过，但政府要求暂停专油更让人生气。但是作者发现，松绑法规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右派论述其实不符合实证研究。MIT 的政治学家 Stephen Meyer 统计发现，环境法规越严格的地方，提供的工作机会反而更多。不止美国如此，世界各地的主要经济体都是如此。数据显示，石化产业其实只为路易斯安那州带来10%的工作机会。为什么那么低呢？因为第一，石化业其实已经高度自动化，只有在建厂的时候需要工人，之后只需要有训练有素的操作员即可。第二，其实许多公司都是聘请移工，因为他们比较便宜。像是在墨西哥湾的专有平台上，都是菲律宾、墨西哥的移工，所以那些石化企业说可以为当地带来工作机会的说法并不正确。还有一种右派捍卫石油经济的理由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经济下剩，提高当地的薪资、就业机会。事实上，当地的薪水没有下剩，而是外流，因为这些石化企业都是外资，钱都是进到股东的口袋，而不是当地人的口袋。在当地工作的菲律宾、墨西哥劳工，他们赚了钱也不会在当地消费，而是寄回母国给家人。根据统计，石化产业创造的净产值有1/3都是外流的。换句话说，发展石化业并没有改善当地经济。到今天为止，路易斯安那州还是美国最穷的一个州。但这就导出了一个悖论：为什么右派人士明明没有看到经济复苏，也不喜欢环境污染，却还继续投给共和党，要求减少政府管制企业？要理解右派，就必须理解他们对政府的反感从何而来。2012年，路易斯安那州出现渗血事件，有一家德州盐水公司为了钻出高浓度的盐，往地下钻了数千英尺，导致盐块周围的石油渗出，出现巨大的渗血，许多人被迫搬迁，成为能源难民。结果，德州盐水公司甩锅给政府官员。环评报告显示出，政府在出事之前早就知道当地的地质构造很薄，却还依然发给他们钻探许可。监察长说，因为有期待政府保护工业的文化，所以即便环评不应该通过，还是会给过。这让当地居民认为问题是出在政府，而不是企业。作者惊讶地发现，其实当地的右派居民都很关心环保，他们反对的是政府。We've had Democrat governors, we've had Republican governors. I haven't seen much difference in our situation. 这些人认为，很多社会问题都是政府介入之后才产生的，政府干涉越少越好，交给自由市场处理就可以。例如在税务上，右派人士认为国税局贪腐，纳税人缴的钱都不知道被政府花到哪里，可能被拿去补助游手好闲的失业者、黑人、移民。作者就反问这些右派人士，但是你缴的税也会用在社会保险上啊？他们却回复说，如果我们不用缴税，我们就可以拿这些钱去投资，早就变成百万富翁了。右派反对政府管制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州是美国喝酒管制、枪支管制最松的州之一，当地的枪击致死率是全美最高。尽管如此，当地人依然坚信拥枪的权利，认为如果民主党上任，就会限缩人们有枪支的自由，这就是反民主。像是奥巴马刚上任时，右派人士就流传说新政府会没收人们的枪支。某一位访谈人甚至告诉作者，中东会有独裁政权，无法民主化，就是因为他们的人民没有枪。作者发现，右派对于政府非常反感，
在情感上反而会更依赖教会的支持。路易斯安那州的每个人几乎都会上教堂，信仰为这些人提供了情感慰藉。像是制造污染的那些企业没有补偿给当地人，这个时候当地人就会求助信仰，相信上帝是见证者，会帮助他们熬过这些试炼。当这些人对政府失望时，恰好是信仰给了他们希望。许多共和党议员都会公开表示相信上帝。美国许多州的医院也都是教会资助建造的。当那些环保主义者说要保护绝种的动物，不能做更多开发时，反而是在当地教会的帮助下，人们有机会实现美国梦，可以翻身。许多资本家在当地设厂时还会说，大家要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上帝的恩赐。2006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叫做《上帝环保吗》，请福音派的牧师来辩论。Polit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hat we call the Green Drag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greatest threats to society and the church in our day. 这些牧师认为，圣经里的观点会认可石油企业的开采，因为上帝本来就让人类来治理大地。根据圣经的说法，地球在未来将会面临末日，只有信徒会得救进入天国，而不信的人就会留在地球上。Oh no！ 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少数人才相信的事，但是根据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报告，全美国有 41% 的人相信耶稣复活会在2050年前后发生。当今美国福音派教会有3000万的信徒，等于是美国选民的1/4人口，所以川普非常清楚要赢得福音派选民的支持。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 are the biggest things missing from this country, and I truly believe that we need to bring them back, and we have to bring them back fast. I think it'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we have. That's why our country is going haywire. We've lost religion in our country. 2020年川普落选时，冲进国会山庄抗议的就是福音派团体。今年川普的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右派福音派更把川普视为上帝派来拯救美国的弥赛亚。I was knocked to the ground, essentially, by what seemed like a supernatural hand. And I would like to think that God saved me for a purpose, and that's to make our country greater than ever before. 有些评论家甚至会说，是福音派在控制美国政治。可以说，美国社会集体向右转，保守派的宗教团体是一个重要推力。每次出国在外，总是连不上当地的 WiFi。那就是试这款 Sally eSIM 数据服务，涵盖全球超过180个国家，还有全天候线上客服支援。你可以选取符合自己预算的上网方案，购买后上网方案就会出现在你的 App 上，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开通 eSIM， 不需要取下手机原本的 SIM 卡，也不用另外购买实体的 SIM 卡，几分钟内就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所有安装步骤。让你出国在外也可以随时连上网路，在异乡也感觉像在家乡一样。现在只要扫描 QR Code， 下载 Sally 的应用程式，或是点击资讯栏里的专属连结，使用折扣码 SuperY， 就可享有 15% 折扣的优惠方案。使用 Sally， 让你变成异乡里的家乡人。接下来，作者要来谈谈右派反对政治正确的现象，右派的人如何感受这件事。美国劳工阶级普遍相信美国梦，这是一种进步的叙事，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比上一代好。这种美国梦原本很吻合右派的道德价值观，认为努力工作的人才是一个好人，不想工作的人就该挨饿，一分耕耘一根收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政府不应该收税进行财富重分配。如果课税把顶层 10% 有钱人的财富分给穷人，这只是短期有效，因为穷人不懂投资理财，钱一下就花光了，依然会继续穷下去。而前 10% 的有钱人依然有办法把钱赚回来，所以不应该靠政府施舍，而要靠自己白手起家，才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美国人。但是到了1960年代，美国梦的排队顺序被打乱了，弱势族群开始出来争取权益，妇女运动、黑人民权运动、LGBT 运动、环保运动。1964年，詹森总统签署民权法案，实行优惠性的差别待遇，禁止歧视，要聘用弱势族群，例如原住民可以获得大学学费补助。联邦政府也推动少数族群的平权方案，让黑人可以取得大学跟工作上的多元录取名额。这导致许多右派人士认为，奥巴马可以上常春藤名校，又选上总统，根本是靠各种政府福利一路爬上去的。
再来是女性主义运动，让大批女性进入职场，许多机构会设置女性保障名额，让右派感觉女人开始来跟男人抢工作机会。再来是移民，有大批想要进美国工作拿绿卡的墨西哥人、菲律宾人、华人，这些人愿意做低薪的工作，导致美国白人劳工的整体薪资被拉低。最后就连动物环境都受到政府更多重视，像是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政府要求停止开挖石油，导致当地白人劳工失业。原本追逐美国梦的白人劳工，却看到政府优先考虑把福利给黑人、女人、移民、环保，这些白人劳工就觉得自己被插队了。这时候，自由派的人又出来说，设计这些福利是为了打击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因为他们没有白人男性的特权。White supremacy is a poison. It's a poison. It really is. 这就让底层的白人劳工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在过去20年来，他们其实是被资本主义牺牲的一群人，根本没有感觉到特权，反而是感觉到一种绝望死。经济学家 Anna Case 跟 Angus Deaton 就发现，美国过去20年来因为自杀、吸毒、酗酒造成的绝望死案例大增。美国在过去3年的人均预期寿命甚至缩短，这普遍发生在没有大学学历的中年白人男性劳工。但是自由派却把这些人当成乡巴佬，不懂进步价值。美国南部贫穷的白人劳工甚至被称为白垃圾，像是川普的副手 J.D. Vance 就曾写过自传《绝望者之歌》，表达底层白人劳工无法向上流动的绝望感。You gotta take care of business, you gotta go to school, you gotta get good grades to even have a chance. Mom was the best in her class. What's the point? I'm talking about a chance. You might not make it, but you sure as hell won't if you don't try. 这些白人感觉自己是家乡里的异乡人，没有被政府照顾到，缴的税都拿去照顾弱势族群，最后还被自由派骂是白垃圾，发言都政治不正确。很多人已经工作到60岁，已经看破了美国梦不可能实现。这时候，这些人就要从其他来源寻找荣誉感、成就感，例如转向家庭价值，强调异性恋婚姻、反堕胎，把小孩生下来是一种责任感，是重视家庭价值的表现。这恰好是那些自由派不懂的。所以，许多在自由派眼中被当成笑柄的东西，像是反环保、反堕胎、迷信宗教，其实恰好是右派人士自豪感的来源。看完右派崛起的历史脉络后，我们就更能理解川普对右派的吸引力。首先，川普不受到政治正确的约束，把许多底层白人劳工想讲的话全讲出来了。丑女、反移民、嘲笑身障者。You gotta see this guy. I don't know what I said. I don't remember. 这对右派来说不是问题，反而是一种解放，终于不用再被自由派的政治正确给压抑。所以听川普讲话会给右派带来一种爽感。In Springfield, they're eating the dogs, the people that came in. They're eating the cats. They're eating the pets of the people that live there. And this is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正是这种爽感，让右派感觉不再是家乡里的异乡人。但是自由派、左派的分析都只聚焦在经济层面，而忽视了川普带来的这种爽感。另一个川普的吸引力在于能够拒绝左派的受害者语言。左派喜欢说女性受父权压迫，黑人受种族歧视压迫，同性恋受异性恋霸权压迫，这种语言都是把人们当成受害者在想事情。但是右派不喜欢把自己当成受害者，即便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州的右派人士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污染下的受害者，但是反弹人却告诉作者说，污染是为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必须做的牺牲。右派认为受害者情节是左派才喜欢说的，把矛头都指向白人男性要为这些事负责。Let's talk about George Floyd. You said George Floyd's death was a terrible thing. Terrible. Why are African Americans still dying at the hands of law enforcement in this country? And so are white people. So are white people. What a terrible question to ask. 而在道德层次上，左派的这种受害者语言暗示了人们应该要为他们感到难过。如果没有这样的感受，你就不是一个好人。这就让右派觉得左派的人一直踩在道德制高点说话，一直想要规范别人如何感受。看到同性婚姻就应该为他们感觉快乐，否则你就是恐同。看到被挡在美墨边界的移民，你就应该为他们感到难过，否则你就是种族歧视。这让右派觉得左派是把自己的感受强加在人们身上，而川普不来这一套，反而告诉大家，移民难民不是受害者，而是美国社会的问题来源。Are you a racist? Do you hate Mexicans? The media calls us racist for wanting to build Trump's wall. They censor us, but it doesn't change the truth. Joe Biden's open border is killing Ohioans.
with more illegal drugs and more Democrat voters pouring into this country. 这就让底层白人劳工终于可以把被左派压抑的情感宣泄出来。今年选举，川普甚至说要废除教育部，要终止学校向学生灌输那些政治正确的觉醒文化。We will ultimately eliminate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end education back to Wisconsin and back to the states. We will get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transgender insanity the hell out of our school. 作者认为，川普的选举造势场合其实类似于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欢腾仪式。涂尔干研究澳洲原住民的图腾崇拜，发现在仪式中，图腾的功用其实只是一个替代物，让人们透过各种耗费能量的活动来打造团结一体的感觉。人们真正崇拜的不是图腾，而是那个团结一体的社群。川普就象征着那个把各方右派团结起来的图腾，让这些人感觉自己不再是家乡里的异乡人。尤其川普又是一位白人男性企业家，是典型的实践美国梦的成功案例。他的副手 JD Vance 还是出生在被当成白垃圾的贫穷白人家庭，这就让很多认为自己被插队、无法向上流动的白人男性劳工大受鼓舞。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介绍了美国右派为何崛起。美国左右派的分裂在过去半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全球化跟自动化导致美国许多白人劳工失业，但是右派却认为问题根源是公部门。是政府税收过高，导致企业把工厂搬到国外。政府应该要降低税收，吸引企业回流，而不是拿税收去救济移民、黑人、穷人。宗教团体的势力让美国社会更往右倾，川普的出现则是让右派团体感觉到情感解放，不用再受制于左派的道德制高点跟受害者语言，可以尽情表达各种政治不正确的观点。作者深入研究右派，不是因为他要推广右派的观点，而是只有在寻求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减少政治对立极端化，让社会找到一个超越左右派的共同桥梁。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有机会抽《家乡里的异乡人》一本。也欢迎你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就可以观看会员专属影片。